今天這部影片會帶你全面了解 BJT 電晶體是什麼。在講它之前，我們先回到70幾年前，那個還沒有電晶體的年代。那個時候的人，如果想要把一個微弱的電訊號放大，或是想要做一個電控制的開關，只能靠一種東西，叫做真空管。真空管是長什麼樣子？它就像是一顆小燈泡，把玻璃殼裡面抽真空。它的体積大，發熱高，又很耗電，而且用久了還會燒壞。世界上的第一台電子計算機 ENIAC 裡面就用了18000多支真空管，整台機器占滿了一整個房間，每天都有真空管燒掉，工程師得不斷更換管子。於是當時所有人心裡都有同一個問題：有沒有一種東西可以做到一樣的事，卻更小、不發熱，又不會燒壞？答案是有的，它就是電晶體，20世紀最重要的發明。那電晶體是怎麼來的？時間回到1917年的年底，在美國的貝爾實驗室有2位科學家，巴丁和布拉頓，他們就是電晶體的發明者。那他們是怎麼做出來的？他們沒有什麼精密的機器，就是在實驗桌上反覆的動手嘗試。他們拿了一小塊能夠導一點電，卻又不完全導電的特別材料，在它表面上壓上2個金屬接觸點，還想辦法讓這2個點靠得非常近，近到只有1根頭髮的距離。再從材料的底部接上3個接觸點，結果他們發現，只要在其中1個接觸點上送進一股很小的電流，另外2點之間就會跑出一股大得多的電流，一個微弱的訊號就這樣被放大了。這就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只用一塊固體，沒有真空，沒有燈絲，就做到了放大。世界上的第一顆電晶體就這樣誕生了。不過這第一顆電晶體其實非常克難，全靠手工，2個金屬點的距離又很難控制，根本沒辦法穩定的大量生產。隔年，他們的主管肖克利想到一個更聰明的做法，他不再用這種壓接觸點的方式，而是直接把不同的材料像三明治一樣疊在一起，做成一種更穩固也更適合大量生產的版本。而這種疊起来的版本，從此改變了整個世界。這個發明有多重要呢？1956年，這3個人一起拿到了諾貝爾物理獎，其中的巴丁後來還因為超導體的研究再拿了一次諾貝爾獎，是史上唯一一位2度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人。那電晶體這個名字又是怎麼來的呢？它的英文 transistor 其實就是2個字拼起來的 transfer 轉換加上 resistor 電阻合起來的意思，就是一個可以被控制的電阻。這個小東西後來引發了連鎖的反應，遠遠超乎所有人的想象。先是有了輕巧的電晶體收音機，接着人們把大量的電晶體做在同一塊晶片上，成了積體電路。可以說，現代科技的整個世界都是從這一顆電晶體長出來的。在正式拆解它之前，先提醒你一件事：接下來我們會用到幾個專有名詞，像是載子、N 型、P 型，還有 PN 接面，這些在上一支2極體的影片裡我講得非常詳細。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了解，可以回去看那一支。但別擔心，這支影片裡每一個我都會再幫你重新整理一遍，就算你沒看過，也完全不影響理解。好的，那電晶體到底是在做什麼的呢？一句話，它可以用一個很小的訊號去控制一個很大的電流。先記住這句話，因為它就是電晶體的靈魂。也正因為這個本事，它可以拿來做2件事：一件是當放大器，把小訊號變大；另一件是當開關，用小訊號去控制通或斷。這2個用途我們等一下都會回來講。不過在這之前，要先跟你說，電晶體其實分成2大家族。第一個家族叫做 BJT，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，它的全名是雙極性接面電晶體。第二個家族叫做 FET， 場效電晶體。這2家最大的差別在於控制的方式。BJT 是用電流去控制電流，而 FET 是用電壓去控制電流。FET 我們上次在台積電那支影片提過，它裡面的 MOSFET 就像一道水管閘門，用電場去隔空控制水流，控制閘門的那隻手幾乎不用花力氣，
FET 今天先不展開，你只要知道有這兩大家族就好。對了，剛剛 BJT 的全名有雙極性這3個字，這個名字先擺在這裡，等懂了原理會再回來告訴你。剛剛提到，等一下會用到幾個二極體納粹影片裡的專有名詞，所以我們先快速的整理一下。在半導體裡面，真正幫我們把電搬來搬去的，我們叫它載子。載子有2種，一種是帶負電的自由電子，另一種是帶正電的電動。電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電子的空缺，就是電子跑走的那個位置。我們最常見的半導體材料是矽，這個材料的最外圈有4顆電子，這4顆電子會和旁邊的4顆矽原子各自共用一堆電子，形成非常穩固的鍵結。這麼一來，每一顆電子都被綁在這個鍵結裡，幾乎沒有可以自由移動的載子，所以它本身幾乎不導電。而如果在純的矽裡面故意摻進一點雜質，這個動作叫做摻雜。要是摻雜後裡面多出一堆自由電子，就叫做 N 型半導體；要是多出一堆電動，就叫做 P 型半導體。每一種半導體裡面數量最多的那種載子就叫做多數載子，所以 N 型的多數載子是電子， P 型的多數載子是電動。那如果把一塊 N 型和一塊 P 型緊密的接在一起，它們的交界就叫做 PN 接面。在交界附近，兩邊的載子會互相抵消，空出一段沒有載子的區域，叫做空閥區。而空閥區的兩側會長出一個電場，叫做內建電場。簡單來說，將 P 型半導體、N 型半導體接起來，我們就叫它二極體。最主要的功用就是控制電流單向流動，電流可以從 P 型進入 N 型流出，但不可以從 N 型進去 P 型出來。如果從外面接上電池，給它加上電壓，就叫做偏壓。如果 P 型接上電池的正極， N 型接上負極，這顆二極體就會讓電流通過。這種接法我們叫它順向偏壓。如果反過來接，讓電流過不去，就是逆向偏壓。好，這幾個觀念都回來了，接下來我們就用它們來組出一顆真正的 BJT。我們先來看 BJT 的長相，它的做法是把半導體疊成3層，像一個三明治，而中間夾的那一層跟外面2層不一樣。最常見的一種是 N 型、P 型、N 型這樣夾起來的，我們叫它 NPN。另一種是把材料反過來變成 P 型、N 型、P 型，叫做 PNP。原理其實一模一樣，只是載子的角色對調，方向相反。所以我們今天就專心講 NPN 這一種。這3層每一層都會拉出一隻腳，而它們的名字其實就已經告訴你它們在幹嘛了。第一隻腳接在其中一邊，它負責發射出大量的載子，我們叫它射極。射極有個特色，它摻雜的特別密，裡面的載子特別多，隨時準備射載子出去。第二隻腳接在中間那一層，它是整個電晶體的控制中心，我們叫它基極。基極有2個特色，第一，它做得非常薄，有多薄呢？薄到大概只有1/1000毫米，比旁邊的射極和极极都薄上非常多。第二，它摻進去的雜質比旁邊的射極少了非常多，裡面能抓住電子的電動自然也沒有幾個。第3隻接腳接在另一邊，它負責把載子收集起來，所以我們把它叫做極極。而主要電晶體就是這3隻接腳。好，現在你會發現一件事，一顆 NPN 是 NPN 3層，那中間這個 P 就跟左右兩邊的 N 各自形成了一個 PN 接面，所以這一顆 BJT 裡面有2個 PN 接面，一個在射極和基極之間，一個在基極和極極之間。接下來發生的事就在這2個接面上。好，最關鍵的一步來了，我們要給這2個接面分別接上偏壓。第一個接面射極和基極之間，我們給它接上順向偏壓，也就是可以讓電流通過。第二個接面基極和極極之間，我們給它逆向偏壓。照理來說，逆向就是把電流擋住，應該沒有電流才對。記住這個配置，一個順向，一個逆向。接下來就是最神奇的一步了，我們照順序看。第一步，射極和基極之間是順向的，所以是導通，而射極又摻雜很多載子，於是射極就往基極射出一大堆電子。第二步，這群電子衝進了基極，照理說基極是 P 型的，裡面充滿了電動，電子一進來，應該馬上就跟電動複合抵消掉。可是別忘了，基極又薄又淡，薄代表電子只要一下子就穿過去了，
但代表裡面的電動其實沒幾個，所以真正在積極裡面的遇到電動複合掉的電子只有非常少的一小撮，這一小撮被消耗掉的電子就形成一股很小的電流，從積極那只腳流進去的補充，我們叫它積極電流。第三步，那絕大多數的電子呢，它們還來不及複合，就已經穿過了很薄的積極，衝到了另一邊，也就是積極和積極的接面。第四步，這個接面是逆向偏壓的，它的電場是會把多數載子擋住的。可是面對這群剛剛衝過來的電子來說，這個電場的方向剛好是一個往下的順波。於是電場一把就把這些電子全部收進了積極，形成一股很大的電流，我們叫它積極電流。你看，一小股積極電流對上一大股積極電流，它們是同時發生的。積極放行的越多，射極就射得越多，積極自然也收得越多。反過來，積極一收手，整條電路就跟着小下去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 BJT 是用一股很小的電流去控制一個很大的電流。這一大一小到底差幾倍呢？這個倍數我們給它一個名字，叫做電流放大倍率，用希臘字母貝塔來表示。貝塔是什麼呢？說穿了很簡單，它就是積極電流除以積極電流，也就是積極那股大電流是積極這股小電流的幾倍。那貝塔這個倍數又是怎麼決定的呢？它其實就是一個比例，射極射出來的電子一部分在積極複合掉，變成積極電流，另一部分穿過去被積極收走，變成積極電流。積極做得越薄越淡，在裡面複合掉的電子就越少，傳過去的就越多，於是積極電流和積極電流的比例就越大，貝塔也就越大。換句話說，貝塔不是電晶體臨時變出來的，而是在工廠製造的時候，把積極做得多薄、做多淡，就已經決定好的一個固定倍率。我們舉個好記的數字，假設射極射出100個電子，只有1個在積極複合掉，剩下99個都被積極收走了，那貝塔就是99。一般的電晶體貝塔大概落在100到300之間，也就是說，你只要在積極上給它一股很小的電流，積極就會流出。好，講到這裡，我們可以回收前面的那個伏筆了。還記得 BJT 的全名嗎？叫雙極性。你回頭看這整個過程，帶負電的電子在跑，帶正電的電動也摻了一腳，兩種載子一起參與了導電，兩種就是雙極，這就是雙極性這個名字的由來。而另一個家族 FET， 它從頭到尾只靠一種載子在導電，所以相對的它就叫單極性。好的，原理講完了，那 BJT 這個以小控大的本事到底能拿來做什麼呢？我們舉3個例子。第一個，放大器，想象你對着麥克風說話，麥克風把聲音變成一個非常微弱的電訊號，這個訊號小到根本推不動喇叭，這時候我們就把這個微弱的訊號送到積極上，當做那個油門，訊號一點一點的起伏，就會讓積極流出放大好幾百倍的電流，於是原本推不動喇叭的小訊號就被放大成足以震動喇叭的大訊號，你的聲音就這樣被放大出來了。音響、助聽器還有吉他的音箱裡面都有這樣的放大器工作。第二個用途，開關。這次我們不看中間的細微變化，只看2個極端。積極完全不給電，積極就等於沒有電流，等於開關斷開；積極給足電，積極就大量導通，等於開關接通。用一個小訊號就能控制一個大電流的通與斷。這個電子開關可以用來驅動繼電器、馬達或是燈。第3個用途最厲害，如果我們把非常多的這種開關接在一起，一個開關就能代表一個0或1，成千上萬個開關組合起來，就能做邏輯判斷，就能運算。沒錯，電腦的 CPU 就是海量的電晶體開關堆出來的。台積電的影片我們說過，一顆指甲大小的晶片裡就擠了成千上百億個電晶體。補充一點，現代這種數位晶片用的主要還是 FET， 而不是 BJT。BJT 更多用在類比電路、音響、射頻還有大功率的場合。好，最後我們把原理真的接成一個電路來看，這是最經典的一種接法，叫做共射極放大電路。我們把射極接地，然後從電源拉一顆電阻接到極極，這顆電阻我們叫它極極電阻，訊號從積極送進去。
輸出就從極極這一端取出來。在講它怎麼放大之前，我們得先搞懂一件事。BJT 其實有3種不同的工作狀態，我們叫它3個工作區。那它是怎麼來的？其實就看2件事：2個接面有沒有導通，還有電路供得起多少電流。我們一個一個看。第一個截止區，如果積極的電壓不夠，連射極那個接面都沒導通，那射極根本射不出電子，極極自然一點電流都沒有。這個時候電晶體等於一個斷開的開關，這就是截止區。第2個放大區，如果射極那個接面順向導通，積極那個接面維持逆向，就是我們前面講的標準狀態，積極電流就等於貝塔乘上積極電流，積極給多少，積極就等比例跟多少，這種等比例的跟隨就是線性放大，所以我們叫它放大區，也叫線性區。第3個飽和區，這個最有意思，我們剛剛說積極電流會是積極電流的貝塔倍。但可別忘了，積極的電流必須先流過那顆積極電阻，而電源的電壓除以這顆電阻，就是這條路上電流的上限。現在，如果我們把積極電流一直加大，積極電流照理說應該也會跟着加到貝塔倍。可是，一旦它達到了電阻給的上限，就再也上不去了。這時候，你再怎麼加大積極電流，積極電流都卡在那個天花板，動不了了。而這個頂到卡住的狀態，我們就叫它飽和區。在飽和區，電晶體等於一個完全接通的開關。你發現了嗎？當開關用的時候，我們就是讓它在截止和飽和兩頭跳，一個代表關，一個代表開。而當放大器用的時候，我們就讓它穩穩待在中間的放大區。好，現在我們回到那個共射極電路，把整件事串起來。我們讓電晶體先穩穩待在放大區，接着把一個微小的訊號疊到積極上，積極電流就跟着這個訊號的起伏，而積極電流會把這個訊號的起伏放大貝塔倍。這個放大後的大電流流過積極電阻，就在電阻上變成一個大幅度的電壓變化。於是我們從積極這端取出來的，就是一個被放大了好多倍的訊號，一個微弱到推不動任何東西的訊號，從積極進去，積極出來，就變成一個強而有力的大訊號。這就是 BJT 最厲害的地方。好的，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。如果喜歡的話，記得訂閱一下，讓我們更快達到1萬個訂閱。這裡是電子大小事，我們下次再見。